金国为何能迅速崛起，相继灭掉了辽国和北宋呢？提到金国，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靖康之耻。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会宁府。阿骨打就是金太祖，自此金国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125年，金国灭辽；127年，金国灭宋。这短短的10几年时间，金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相继灭掉了辽国和北宋呢？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它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都向辽国和宋朝学习，而且它的军事上实行军民合一制度，这是其迅速崛起的原因。蒙安谋克是建立在女真人按部落划分基础之上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原则上所有的女真人都在这个组织当中。此外，后来归附于金国的契丹人、西人、汉人也都被编成蒙安谋克。在这种制度之下，金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虽然辽军、宋军在人数上有很大优势，但当他们遇到蒙安缪克组织下的金军时，他们的战斗意志早已输给了对方。平时皆民，战时皆兵是蒙安谋克的一大特点。每个谋克都是以血亲家族、村寨为纽带组织的群体，这个群体当中的每个人都与周围的人有血缘关系或家庭关系，因此当一场战斗发生的时候，其凝聚力之强可想而知了。所谓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由于大家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所以在战场上往往会更加的拼命，不会出现那种你行你先上的情况。金国立国之初，最大最明显的优势就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啊。与新崛起的金国不同，12世纪初的宋辽两国都成颓败之势了。自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保持了长达120多年的相对和平。两国的和睦确实创造了极为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得宋辽两朝都开创了灿烂的文明。但是长时间的和平也造成了一个极其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宋辽两国的军事力量全面衰退。辽国后期，各种宫廷斗争夺权事件频繁发生，外戚干政也屡见不鲜。随着汉族群体势力的不断壮大，也形成了自身的一个统治中心，而契丹人也是一个权力中心。这双方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不断地产生碰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波动，造成了社会动荡。而反观女真人，他们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中，变得骁勇善战、悍不畏死，并且具有很强的忍耐力，再加上铁器的广泛应用，使单兵作战能力远远超过了辽人和宋人。女真和辽军对阵时，恰逢辽后方有人叛乱，辽军被迫回师平叛，女真人就尾随而至，击溃了辽军。所以大辽被金国所灭的主要原因是辽国内讧，而宋军的战斗力尚不及辽军。次年金军南下，灭亡了北宋。还有女真的军事技术超过了辽人和宋人，这也是其能够灭亡二者的重要原因了。辽国若不生内乱，北宋若不重文轻武，则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呢。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